末日时10种食物的惊人替代品，看似不能吃，实则能充饥。第一种你身上就有。末日降临，当所有常规食物都已耗尽，你会坐以待毙吗？我们的祖先和历史上的生存强者早已给出了答案，在极端的饥饿面前，万物皆可能成为食物。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种你绝对想不到的末日食物替代品，它们看似不能吃，甚至有毒，但经过特殊处理，却能为你提供活下去的宝贵能量。第10名，松树或云杉的内皮层。你脚边最常见的松树，就藏着能救你命的面包。在坚硬的外树皮与木质部之间，藏着一层薄薄的、湿润柔软的形成层，这正是树木输送营养的通道，富含淀粉和糖分。将其小心刮取下来，既可生食，口感略甜，也可晒干磨成粉末，作为宝贵的碳水化合物添入其他食物中。但要注意获取时，务必只从树干的一小部分剥取，切忌环状剥皮，那样会直接杀死整棵树木。第9名，香蒲的根茎与花粉。池塘边常见的香蒲也叫猫尾草，它几乎全身是宝。它的根茎富含淀粉，处理方法与土豆类似，可烤、可煮，也可晒干磨粉。春季时，其鲜嫩的茎秆则可以像芦笋一样直接食用。到了夏季，顶端黄色的雄花花絮是极佳的蛋白质来源，收集后可作为天然蛋白粉添入面粉或糊糊中，营养丰富。凭借其高辨识度、巨大产量和丰富营养，香蒲无疑是优质的应急食物来源。第8名，蕨菜的根茎。我们平时吃的只是蕨菜的嫩芽，但它的地下根茎富含淀粉。在古代，印第安人就是靠这东西来制作能填饱肚子的烤饼。但想吃它，你得先学会给它排毒。流程很严格，必须先将根茎彻底烘烤、捣碎，再通过长时间的漂洗，以完全去除其中的单宁酸及其他有害物质后才能食用。第7名，第一，岩石和树皮上的顽强生命第一，比如石蕊。第一是真菌和藻类的共生体，富含碳水化合物，但它们也含有苦涩且有刺激性的第一酸。食用前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浸泡，多次换水，甚至加入碱性草木灰煮沸，来彻底去除这些酸性物质。处理好后可以煮成糊状或晒干磨粉。第6名，仙人掌。我们之前辟谣过，不能随便喝仙人掌汁，但某些特定品种的仙人掌，如胭脂仙人掌、桶状仙人掌，其肥厚的茎肉在去除了所有的刺和厚皮后，富含水分和碳水化合物，可以像蔬菜一样烤、煮或炒食。它能提供宝贵的水分和能量，但要注意，必须能准确辨认无毒的可食品种。第5名，百合或郁金香的鳞茎。在饥荒时期，比如2战时的荷兰，这些美丽的观赏植物的地下球根，曾是拯救了无数人性命的地下口粮。它们的鳞茎富含淀粉，可以提供基础热量。食用前需要剥去外皮，并彻底煮熟，以破坏掉可能含有的微量生物碱和不适口感。煮熟后的口感类似土豆或板栗，但绝对不是所有球根植物都能吃。很多常见的观赏花卉，如水仙、风信子、彼岸花等，其球根含有剧毒。你必须100%确定你挖的是可食用的百合或郁金香，并且没有喷洒过农药。第4名，草。虽然人类无法直接消化草叶中的纤维素，但在绝境中，草依然能提供2条宝贵的食物路径。首先是种子。许多禾本科植物的种子虽然细小，却富含碳水化合物，只要能大量收集，便可像处理谷物一样，经脱壳、碾磨后制成粉末。其次是茎与根。某些特定种类的草，如芦苇，其嫩茎的白色基部及地下根茎富含淀粉和糖分，既可直接咀嚼吸取汁液，也可捣烂煮食。第3名，昆虫。蚂蚁、白蚁、蝗虫、蟋蟀、蚯蚓、天牛幼虫等，它们是极其优质的高蛋白、高脂肪来源，营养价值甚至超过牛肉。在饥荒时，它们是最容易大量获取的动物蛋白，关键在于处理。蚯蚓等需要静养吐沙，蚂蚁需要泡水去除乙酸。油炸、烧烤、烘烤是最好的烹饪方式，可以杀灭寄生虫和病菌，并使其变得酥脆可口。第2名，苔藓。大多数人认为苔藓有毒，但事实上，没有苔藓被证实含剧毒。它真正的问题在于极难消化，直接吃下去就跟啃土没两样。因此，处理方法是能否利用它的关键。首先，必须反复清洗，将苔藓中夹杂的泥沙、昆虫等所有杂质彻底去除。接着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长时间熬煮，将其放入锅中，
加大量水，持续煮沸数小时，以尽可能地分解苔藓坚韧的细胞壁，释放出其中少量可被消化的碳水化合物，主要是多糖。最终你会得到一锅本身几乎无味、粘稠的绿色或褐色糊状物。其最佳食用方式是将其作为填充剂与肉汤、动物脂肪等更有营养的食物混合，以增加体积，提供饱腹感。苔藓的营养价值极低，绝不能作为主要能量来源，但它能用饱腹感骗过你的胃，在绝境中换取宝贵的时间。第1名，皮革制品。没错，就是你腰间的皮带、脚上的皮鞋、身上的皮包。但这里有一个绝对的、致命的前提，必须是真正的、天然的、未经有毒化学品鞣制的动物皮革。现代的用各等重金属鞣制的工业皮革，吃了就是剧毒。天然皮革的本质就是动物的皮肤，其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。胶原蛋白是一种蛋白质，虽然营养不全面，但它确实能提供一定的热量和氨基酸。人类无法直接消化坚韧的皮革，但在烹煮前必须先刮掉所有染料、涂层，再切成小块，以增加受热面积。随后通过长时间的持续炖煮，皮革中的胶原蛋白便会水解，最终化为一锅凝胶状的类似于凝胶或肉冻的物质，其原理与熬制骨头汤、猪皮冻是一样的。卓别林的电影《淘金记》中，主角在饥饿中煮食皮鞋的经典场景，其实现实来源于19世纪末美国西部的淘金热中，探险家们真实的绝望经历。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大饥荒和军队围城战中，都有煮食皮革、马鞍、盾牌等来充饥的记载。好了，今天介绍的这10种惊人食物，哪一个最挑战你的极限？你是否还听说过其他更不可思议的，在饥荒时可以食用的东西？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让你大开眼界，对你有警示和启发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，并分享给你身边那些充满冒险精神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。